昨天我发了一条我们从珠海回来的视频，这一次真的被骂惨了，好多朋友都说秋子太自私了。但是这一次呢，我一点都不难过，我也不生气。因为呢，说我自私的朋友都是非常关心我大姨的，我呢也跟你们一样，非常的爱我的大姨。好多朋友都说我道德绑架我大姨，大姨呢根本就不想带小七宝了，她想跟她的女儿住，但是呢，我非得叫我大姨回来帮我带孩子，说我强迫我大姨。还有很多朋友说，大姨又不是你们家的保姆，她想跟她女儿住，你干嘛非得把她拉回来，让他们两个母女分离呢？说我应该尊重大姨的想法，这样做太自私了。其实呢，大姨的想法我都懂。她想在外面打工呢，只是她的一个借口。我大姨呢是太心疼我了，她觉得现在七宝长大了嘛，她跟我妈妈两个人带小七宝呢有点多余，而且我每个月还给她付工资，她觉得于心不忍，她不想让我有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她就找了这样一个借口。等我们先回来之后，她过一段时间再回老家。他们出去的这10多天，我外婆说早就想回来了，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畅，想去哪里呢都不方便，已经很想回老家了。还有的朋友说，我大姨呢是想留在女儿的身边，大家觉得这是她真实的想法吗？这样又真的现实吗？我姐姐姐夫呢每天都要上班，不能整天陪着我大姨。我大姨天天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也挺无聊的。你们觉得我大姨60多岁了，在外面还能够找到好工作吗？无非就是扫扫大街、刷刷盘子，不仅辛苦赚不到钱，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这样的话，她跟我妈妈在家也有个伴，两姐妹在一起嘛，生活起来也比较开心。总之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大姨的关心。我的大姨呢，在我心目中跟我的妈妈一样重要，所以说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让我大姨过得更加的舒心。大家怎么说我自私都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大姨和我姐姐她们理解我的做法就可以了。而且呢，我表哥跟表嫂常年在外面打工，1年难得回来一次，没有时间照顾我大姨。他们呢也希望我大姨能够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两姐妹之间呢有个照应。我大姨的想法呢，我是最理解了。今天呢还有个小任务，跟我婆婆摘黄蒿去。热点的嘛，那对还等等。快嘛，快就快了。爸，爸啦，呀，ya kalau nak mi pan awan nang。我一个朋友说他们老家有很多的黄蒿，今天呢我就带上我婆婆还有几个老人家去摘它几麻袋回来，因为我帮我婆婆接了一个大订单。我们今天呢要多摘一些黄蒿回来做粑粑。到这边了，现在开始进山摘黄蒿。拜了吧？拜了。我们到田里面了，你看几个老人家在那里摘的不亦乐乎。这里的黄蒿确实很多，这里一片片的，好多啊，而且都开了花。Kaya dia cak wan ni pan piu dah. Lo, lai he nang chân niไป有跟药ไป。捡了半个小时，得一篮了，把它倒进袋子里面。你得来了。了。我婆婆捡了好多啊，还塞了好几。然后都要在哪里？药呀，哎妈，你们药你没拿药。哎，你这，哦，妈呀，呀你。了，没半了。哎，没半了。得一半袋了，继续捡。阿爸，哎， sao lười quấy mẹ, bé đã chân bà lì. giờ anh tê pê ta chân trao được cha pan sao để lau. Cái hồ này bé đều ấy, tại bố hoàng đã bé nóอยู่chung lì. À, tao chỉ lau dù em pa kê, này ma kê, pha kê, chị em tăng này. Ít chí vậy đã. Ế, ít chí vậy để lau dù. Cha sân cua. Cá mà pa này. Sang xin ra. Đường đưa bao em này mà lì xin. Ý đó. Đường chân,วันta phao rồi tôi đi mà quáng ngân đâu. Ngồi quáng sao này mà là. Tại hiện là chịu ăn nằm tụ bay bay mấy mấy đã. 我公公一直挺反对我婆婆做粑粑的，他说做这个干嘛，又辛苦又不赚钱。但是很多朋友都想吃嘛，因为我婆婆卖这么多年的粑粑，也沉淀了很多老顾客，而且呢，她的手艺挺不错的，她做出来的粑粑软糯香甜，特别好吃。虽然说我婆婆做这个啊又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是作为儿媳的，婆婆想做什么，我们还是要支持的。
这个毕竟是我婆婆的爱好。用你得少年歪歪呢，就天你我烧嘛。啊，有人可以帮着你哦啊。啊，爸，哎，那要的你。哎嘿，哎，多了的，哎，也有的，来呀。又得一篮。哎呀，捡了4个多小时了，捡得腰酸背痛的。现在呢，剩下那些小小的，已经捡得很心烦了，准备打道回府。爸，拜了吧？爸就爸。哦，收获了2麻袋，还可以哦。今天这个收获还行。表啱就有人麻袋。来，顶拿电了，你没吃。这里啊，对，แล้วนาเดียไหมอ่ะ ยาวยันยาวเยอะจำเจ็ดจริง你哑巴都离对了啦。本来呢，我们想再捡一些，但是呢，刚才婆婆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订30斤的粑粑，所以我们要赶回去给他们做粑粑，他们晚上就要了。快！8点钟要烧的样子呀。你那家，压的呢？也在那可以的，到底100斤呢？100的，真的100也要啊。这么多只能做100斤的那个粑粑。捡了大半天了。我们回家喽。我们的墨兰今年卖了800多株出去了，然后呢，大家的反馈都挺好的，很多朋友呢也想看一下墨兰开花之后是什么样的。来，过来，这个就是墨兰开花的样子了，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墨兰呢是属于浓香型的兰花，它的香味呢来源于它的花心，就是中间这个花心散发出了香味。墨兰呢是4季常青的植物，有花的时候赏花，无花的时候赏叶，它的叶子呢也是比较宽的。大家拍下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发货呢都是带花件发货的。今年呢就可以看到墨兰的花开了，也可以闻到墨兰的香味了。这一次过来呢，有个朋友说要帮他拼一个大盆，所以说我们拿3到4株的花去给他拼一个大盆的兰花。这个墨兰呢，我们发出去的时候都是裸根给大家发货的。大家种兰花的时候呢，选择不板结的土，也就是这种腐叶土，加一点小石子，增加它的透气性和排水性就可以了。还要一盆吗？就3支就可以了啊，也可以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大盆的兰花，可以拍3到4株回去拼一个大盆，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漂亮。其实兰花是很好种的一个植物啊，种的时候的话呢，要摇一下这个盆，让那个土和兰花的根尽量能够接触，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覆盆。对，平时呢，大家1个星期浇1次水，给它浇透就可以了。如果呢比较潮湿的地方呢，差不多1到2个星期浇1次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朋友说买回去，哎，为什么秋子我第1年买的兰花开花了，第2年不开花了？其实呢是它的营养流失了。大家呢还是要给它施肥的，就像我们人一样啊，每餐都要吃饭。兰花呢它也是需要营养的，对，没有营养了它就不开花了。好了，可以了啊，很漂亮啊，这株好漂亮啊！我发现这个兰花煮1盆的好漂亮啊。走了，给我朋友带走了。真的好漂亮啊！对。